美股的噜噜勒蒙，想看一看这支票近期跌了这么深有没有一个抄底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它的月线图找到下方的支撑在哪里，看看当前从这个500美元上方的开始的回落进行到了什么样一个位置，目前处于波浪结构当中的哪一个次级别形态当中，后期下跌的空间还有多大，以及后期想要抄底需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支撑区域。那么我们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那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说一个事情，因为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这个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 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后要及时的加 QQ 约稿，以及来了解福利和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美股的噜噜勒蒙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其实这几年这个噜噜在国内的消费市场蛮火的定位是一个中产或者是轻奢的这样一个品牌。这张图表当中最低点是出现在09年的3月份，低点是在2017，最高点是冲到了23年的12月份 516.39 美元。从2017涨到516，它整体的走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五浪推动形态，1、2、3、4、5，并且在这其中的这个主升三浪当中，它也分别出现了三浪1、三浪2以及三浪3、三浪4、三浪5的这样一个细分结构。那么既然五浪上涨结束之后，必然面临一个三波的 ABC 调整。那么首先我们还是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的回落调整已经在盘中跌破了 0.618 的支撑，也就是198美元，并且从上方这个517开始的回落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呈现了一个三波形态 A、B， 目前就处于这个 C 浪当中这个 C 浪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通过波浪尺来看一下这个调整浪当中的 A 和 C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黄金分割以及这个波浪尺的划分，那么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下方形成了一个支撑区域，位于133到123美元，这就是月线级别的支撑。从目前月线上来看，那么目前这个 C 浪下跌应该还没有结束整体向下的空间幅度还是存在一定的预期。除了133到123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上次一个反弹的上涨的相对高位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位于164，也是属于短期的一个支撑。那从当前位置190美元来看，下跌的空间幅度还是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更小的周期来看一下当前的这个 C 浪运行到了其中哪一个级别，哪一个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目前整体的周线图的走势来看我们只能看出大致的一个结构 C1、C2 目前处于这个 C3 当中这是目前比较清晰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用一下波浪尺来看一下这个 C1 和这个 C3 的一个比例关系。C1 和 C3 的比例关系大致是位于1:1的位置，是出现了一个支撑，是152美元。那等跌到这个152美元之后，市场是否会发展出C 浪向下的一个五波终结楔形，那么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从目前的价格来看，整体向下的空间幅度至少还有 20% 甚至于 30% 以上的这样一个下跌幅度。所以当前的价格来说的话，它并没有真正回落到目标价格区间。也就是说，如果想抄底，那后期至少是要等到下方152或者133、123这样的位置才有可参考的意义。但是当下如果说是你近期已经进去了部分的仓位，我个人建议如果盘中有反弹能保本的情况下，可以先出来等待最终的这个 C 浪下跌到下方的支撑位之后，
我们再考虑去分批的去抄底。当前这个位置依然不合适，因为我们只是说了一个相对保守的预期走势，跌到764，但是它也有可能在极弱的情况下跌破764这样的支撑，也就是123，去到比如80美元这样的位置，可能性也依然是非常大的啊。这是80美元的一线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基本上和前期上一次上涨的这个高点，它也是形成了一个重叠的一个支撑带，所以目前来看风险依然很大啊，建议大家继续回避观察啊，继续回避观察。就算这个 ABC 调整结束，后期在相对底部开始的这个筑底也是会比较漫长的，因为当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月线图，那在相对底部震荡筑底走出这个底部结构的话，那至少也是需要1年甚至于1年半的时间才能把这个底部结构走完。所以这支票当下的位置，我觉得没有任何可参与的机会。就算后期想要参与，大家还是需要耐心等待。好，本期咱们关于这个拉蒙的整体走势结构分析到此结束。那么在这个期的视频里面，我们主要是提示的风险，虽然它的结构很清晰啊，上涨五浪也已经出现，并且回撤的 ABC 结构也已经出现，但是距离下方的目标价格区间还有一定距离和空间，所以当前继续在场外观望为主比较好。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